当金手与那两道神迹相撞的那一刻，这片空间瞬间被撕裂，整个空间布满了裂纹，像是一面镜子被打破，同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轰鸣之声。整个场景就如同一幅惊世的画卷，让所有在场的九重天卫神都惊骇不已，为之动容，嘴角更是抽搐了起来。强，太强了！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不少现场中的九重天卫神都感到了自己与他们3位之间的差距，其中不乏有着九重天卫神中期，甚至还有一些后期的存在。在面对巅峰的他们，都感到了实力上的悬浮在九重天卫神中。每一个小境界的划分，其实力都是极大的差距，所以在那3位神交激战所碰撞爆发出来的冲击波之接令的现场，这些九重天卫神都感到十分震惊。难道最后的万界圣子之名就要落在这3大神交的手中了吗？有些九重天卫神则是非常的不愿意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们不得不低头认清现实。不说实力比不过他们，就连底牌都没有对方强大。而且此前神罗殿还获得了盗灵，看来第1名的万界圣子应该就属神延虚，莫属了众神期强者。望着他们惊骇不已的那一片区域中，那里3道强大的光芒肆虐开来，神罗手也在这一刻用力地抓住罗峰和圣瑶的神迹攻势，在神罗手上爆发出一道道极其恐怖的力量后，随着金手用力一捏，竟是瞬间将他们2人的攻势捏碎崩溃而去，但同时也让的那道金手之上出现了1道、2道、3道的裂纹，最后竟是在神延虚那微微一惊的表情下彻底的碎裂开来，化为光点消失在天地间。看来你们2人联手之下还是有些厉害啊。神延虚的声音依旧非常平静地说道，显然对于罗峰和圣瑶2人联手的实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神延虚，别试探了吧，使出真正的实力，不然这样下去对你的消耗也不会小。此时罗峰和圣瑶自然是看出了神延虚刚刚还只是试探他们而已，对于他们这3位皆是九重天卫神巅峰来说，想要真的分出胜负，就需要拿出真正的实力。不愧是天罗殿、圣花殿的神交啊，本来想让你们玩玩，既然你们想早点被我击败，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。神延虚的眼神骤然变得深邃，仿佛能洞察人心的深渊，他的双眼闪烁着锐利的光芒，似乎能透视世间的一切。他抬手如同指挥家，挥洒着无形的乐章，双手轻轻举过头顶，姿态庄严而神圣。他的身影在这瞬间变得透明起来，宛如烟雾般消散在空气中，融入了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。下一刻，神延虚的身影再度出现，只是这时他的气息有了与之前鲜明的变化。他右手猛地一挥，如同撒网捕捞，将周遭的空间天地一把抓在手中。空间在他这股力量下开始激烈的波动，仿佛沸腾的水扭曲变形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气息随之爆发，如同狂风卷过荒野，让人心惊胆战。这股力量之强大，仿佛能将一整片天地的力量都抓在了自己的手中。罗峰和圣瑶目睹这一幕，面色凝重如水，他们深知神延虚此时所施展的乃是只有4大超神巅峰势力的殿主们才拥有的周星意志，而神延虚竟然也真的领悟了这一道高深莫测的法门力量。只要领悟到了这道法门力量，足以轻易的撼动山河，改写自己与对方之间的命运，就算是同境界的对手也是如此。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罗峰和圣瑶2人对视一眼，眼神中充斥着他们的一道决心。下一刻，他们的手中浮现出一道武器，并且这2道武器之上散发出无比可怕的力量，看样子应该也是不简单的武器，甚至比起神器要更加的强大。在他们2人目光坚定之下，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真正战斗，那将会是仅次于半道神的巅峰之战。整片天地顿时充满着紧张之气，下一秒即将上演一场撼动天地的大战。神延虚现在的身影一会儿透明一会儿凝视，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交替间，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却是愈发的强大无比，周围的空间天地在他的掌控之下发出剧烈的颤抖，仿佛随时都会破碎，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力量。此刻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神延虚身上，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动作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凛冽的气息，让人不禁屏息凝神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在这股力量面前，即便是强大的罗峰和圣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力量的较量，更是对一方天地意志的对抗。就连灵动和沐尘见识到了神延虚的这一招之后，都是深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这便是周星意识的力量吗？没想到能够徒手一抓，便是将正片天地的力量纳入自己的手掌中，的确是一道非常恐怖的招式。灵动很少评价对方的招式，可现在既然对神延虚的周星意志有了一定的评价，就足以说明周星意恐怖之处。林兄，看来这神延虚的确非常难以对付啊。沐尘在一旁轻声的道：“灵动也不置可否，神延虚的实力的确是非同寻常，在9重天卫神巅峰之中，他都是能够借着周星意志力压同境界的群雄。但是罗峰和圣瑶这2位神交自然也是有着强大的底牌，我想这也是他们2人联手的原因，不然以他们的这等高度，自然也有着一丝自尊，联手对抗一人一般都是不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自尊，选择联手对敌。我想
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抗衡拥有周心意志的神炎虚。灵动对这3位9重天位神巅峰之战分析的头头是道，罗峰和圣瑶2人也不再隐藏实力，紧握手中的武器，磅礴无比的神元之气灌入武器之中，散发出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波动，使得空间开始动荡起来了。那武器是一些9重天位神似乎认出了罗峰和圣瑶手中的武器，个个面色巨变。难道是圣灵器？圣灵器？显然有一些9重天位神的强者都不了解关于圣灵器的相关信息，个个脸上都露出疑惑之色，包括灵动和沐尘也是一样，他们只知道大咒中有神器、绝世神器以及造化神器，至于什么圣灵器，他们也不曾有所知晓这类的信息。你们没有听过圣灵器也很正常，因为这类武器属于偏门类的，所以很少见，但是其力量远超72大神器，堪比绝世神器的存在。特别是2道圣灵器合璧的话，那么将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。原来这才是天罗殿神交和圣花殿神交联手对敌的原因啊！圣灵器与神器类是截然不同，虽然每一道圣灵器的力量都超越神器力量，可是却只能堪比绝世神器。严格来说的话，是伪绝世神器。当然，圣灵器与神器真正的区别就是它们之间能够合璧。一旦2道以上的圣灵器进行合璧的话，那么就拥有了全新的力量，被称之为超圣灵。此时，有一位年长的9重天位神中期实力的男子对圣灵器的一些信息解释道：超圣灵，这又会是什么力量？一道圣灵器就堪比绝世神器的力量，难道在圣灵器合璧之下，那威力怕是直接比肩绝世神器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简直太过可怕了。绝世神器，那可是连超神巅峰势力中都是极其罕见之物。然而，对于这2位神交而言，在他们2人的圣灵器合璧下，就能够拥有了超圣灵这股比肩绝世神器的力量，这简直就是拥有了一道绝世神器一般。有意思啊，看来我猜的不错，天罗殿与圣花殿的联手，这便是他们的真正合作的底牌了。灵动望着罗峰和圣瑶手中的武器，那股武器的力量足以击溃任何一道神器，威力之强难以想象。林兄，看来这一场9重天位神巅峰之战，怕是鹿死谁手不好说了。沐尘喃喃道，神色微微一变的望着远处，那里已经是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。哦，圣灵器，看来你们也是有备而来。传闻这类武器在整个大洲中都是极其偏门的存在，你们2人的身上竟然都有，看来还是我小看了你们。神延虚定睛一看，只见对方2人手中的那2道武器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不同寻常，语气极其冰冷的道，但神延虚并没有因为这2道圣灵器的出现而感到自乱阵脚，反而表情依旧镇定自若，接着说道：你们莫要以为有2道圣灵器就能够与我的周心意志抗衡，因为这力量乃是这片天地的意志。你们觉得圣灵器的力量能够抵抗住这片天地的意志吗？如果说仅仅凭借着1道圣灵器，那自然是不行，但是如果2道圣灵器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罗峰的语气中带着一股信心，因为他知道圣灵器合璧后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，所以能够对抗神延虚的这一招周心意志，唯有圣灵器合璧，引动出超圣灵的力量，方才能够做到抗衡的机会。紧接着，罗峰与圣瑶并肩而立，双方的眼神坚毅而深邃，那一双眼睛的深邃更像是一道无底洞的深渊旋即，巅峰天位神力自他们的体内爆发而出，周遭的空间顿时动荡扭曲，他们的全身都被巅峰天位神力包围起来，任何力量反复都无法攻击到他们的神体一般，威力之强，恐怕唯有现场的这些9重天位神方才能够感受到巅峰天位神力的真正可怕。空间扭曲间，在场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，生怕打扰了这激烈巅峰的一刻。罗峰的手掌微微张开，那道古筝安静地躺在其中，它表面流转着神秘的光泽，似乎在呼应着罗峰体内的神力。圣瑶的长发随风轻舞，他闭上眼睛，双手紧握，一柄蜿蜒的蓝色剑身在他的掌心散发出柔和的光芒，两者仿佛心意相通。突然，罗峰和圣瑶同时睁开了眼睛，他们的目光交汇，彼此间似乎传递着一种不可言喻的信息。下一秒，他们将全部的神力注入手中的圣灵器，圣灵器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华，比任何一件神器的力量都要强大。它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震颤，然后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下，2件圣灵器化作2道璀璨的光影。随着光影的出现，那片空间都是化为了一道大片区域的真空地带。在这真空地带中，这2道光影开始相互旋转缠绕，并没有碰撞，而是在真空中不断的穿梭，最终静静的相合在了一起。这一幕无声无息，却震撼人心，仿佛宣告着一个新的神话即将诞生。周围的众人有的惊讶的合不拢嘴，他们也终于见证了这一刻。2道圣灵器的合璧使得他们的心神开始发生剧烈的波澜。此时，在罗峰和圣瑶的身后，阳光透过云层洒下金色的光辉，为这一幕增添了几分新神话的色彩。当这2件圣灵器合璧后，一道耀眼的光芒直冲天际，打破了9天云霄。那光芒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，在9天云霄上化为了犹如一轮金色的太阳，笼罩着整个天地。神延虚注视着这股力量，心中涌起一丝凝重，他手中掌握着这片的天地意志力量，准备与这股超圣灵的力量一较高下。随着上空那超圣灵力量的不断散发，这片天地都被卷入其中，任何物体
都无法逃脱这股力量的笼罩。下方的神延虚面容终于是微微抽动，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丝压力。这就是2件圣灵器合璧之后所引动出来的超圣灵力量吗？好，那就让我来看看，到底是你们的超圣灵力量强大，还是我的周心意志更强大？神延虚毫不退缩，将手中所掌控的这片天地意志力量朝着罗峰、圣瑶二人猛击而去。罗峰和圣瑶感受到了神延虚的恐怖攻击，他们也不敢怠慢，立马调动起超圣灵的力量，准备抵御对方的周心意志轰。2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相互碰撞，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。